有人问我，打金轮法王的时候，如果带着玄铁重剑，还需要使用黯然销魂掌吗？就这样跟大家说吧，如果当时我带着玄铁重剑，确实是能占一点上风的，但要想快速打败金轮法王，还是不太可能。因为当时我与金轮大战时，我是用一把普通长剑与他的5轮硬拼，可惜没过几招，长剑就被他金轮搅碎。当时我就有点后悔自己拖大了，自认为自己这16年来通过海潮练功，内力早已今非昔比。心想即便不用重剑，用普通长剑也能打出重剑之威，可没想到这些年金轮人家也没闲着，早已经把龙象般弱功练到10层境界，单论内力而言，已经和我不相上下。而且他的5轮材质特殊，坚硬无比，寻常兵刃根本无法承受他的刚猛之力，所以我是吃了兵器的亏。假如我带着玄铁重剑和他打，毫无疑问，正面硬刚他是占不着便宜的，因为玄铁重剑的核心优势是以力破巧，正是他5转大轮的极致克星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能凭重剑轻松取胜，毕竟人家金轮早已不是16年前的金轮了。即便我的玄铁重剑能压制他的5转大轮，但他10层龙象般若功的防御，我还真不能短时间就破开。你看在绝情谷，我面对周伯通控民拳攻击和一灯大师巅峰一阳指的点射，他都能防御住，后面还有余力逃跑。所以想破他这10层龙象般若功的护体罡气，非得我黯然销魂掌的极致爆发力不可。而且大家想想当时的局势，蒙古大军攻城拔寨，环伺周围，郭襄也还被绑在高台上，面临生命危险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和金轮打持久战。玄铁重剑或许可助我短暂压制金轮法王，但不可能让我快速解决他。所以即便我当时带着玄铁重剑，也还需要使用黯然销魂掌才能快速解决战斗。当然，如果玄铁重剑配合黯然销魂掌使用，那就不需要再和他激斗200余招了，可能100招之内我就能解决战斗。